北京迎来新一轮主场外交热潮。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于12月1号访华。这是党的20大之后，中国和欧盟机构领导人之间首场正式会晤。双方领导人将就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8号例行记者会上介绍称，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其举行会谈，李克强总理、栗战书委员长将分别会见，双方领导人将就中欧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对欧关系，愿通过此访，同欧方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共同推动中欧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稳定性。近期，习近平主席已经分别同德国和法国2个欧洲国家领导人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见，并且都谈到了中方对于发展中欧关系的期待。那随后呢，外界也高度关注中欧双方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沟通。我注意到欧洲方面上周已经提前释放了相关的消息，并且表示欧方期待与中方的对话。今天赵立坚也突出强调了中方希望通过此访加强战略沟通，凝聚共识。外界也期待中欧可以利用此次对话的机会，为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外界注意到，本月24号，米歇尔就在社交媒体透露，自己将于12月1日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米歇尔表示，我们会谈到全球挑战以及共同利益。他的发言人还补充称，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紧张之际，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对中国和欧盟而言都将是适时接触的机会。消息一出，欧美主流媒体予以高度关注。彭博社的报道指出，欧洲在塑造自身对华政策道路之际，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谈。在24号当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也回应了彭博社记者的相关提问，称中方将适时发布消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欧盟目前正处在对华政策的十字路口上，其内部仍然存在主张减少对华依赖的强硬派。但从近期舒尔茨、马克龙与米歇尔的行动表态可以看出，主张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一派已经占据上风。这次米歇尔主席来访，通过他和这个习近平主席以及和中国政府的这个深入的交流能够稳定住欧洲方面呢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欧之间呢，无论从欧洲自身的利益，还是从中欧的共同利益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呢，还是要回到务实合作的道路上来。欧洲理事会是欧盟最高决策机构，由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该理事会设主席一职，任期2年半，可连任一届。现任主席米歇尔曾为比利时首相，他也曾在首相任内于2016年访华。米歇尔在2019年12月1号首次就任欧洲理事会主席，2022年3月24号获得连任，任期将到2024年11月30号。实际上，米歇尔也出席了本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虽然当时他并未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但米歇尔本人表达了对于会面的高度意愿。11月15号，他在巴厘岛对记者表示，欧盟愿意与中国接触，但他也强调需要重新评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以及避免欧盟在创新领域过度依赖中国。当另一方面由于目前这个欧洲它本身处在一个激烈的变化当中，尤其是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背景的乌克兰危机呢还没有结束，欧洲呢在大国博弈之间呢这样一个站位呢，应该说还会有一些摇摆的迹象，所以呢我们也不能指望就一次米歇尔的访问就能够解决中国和欧洲之间所有的问题。但是我想只要双方能够坦诚相待无论是把问题和分歧摆在桌面上来，或者说把合作呢要更有力的向前推进，我想最终一个全面、平衡和务实的这个对华政策应该是可以帮助欧洲呢更好维护它自身的利益。深圳卫视注意到，在6月7国集团峰会举办前夕，米歇尔就表示，在粮食、能源，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
中欧关系的主旋律依然是合作共赢。We have a clear vision on the EU side. We think that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eleme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e think that it is needed to rebalance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On the one hand, the EU is extremely open. We provide access to our single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observe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reciprocity.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s important to engage with China, to be speaking terms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值得注意的是，米歇尔此次访华是在欧盟2驾马车及法德领导人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见后进行的。中共20大后，大国外交热潮持续不断。11月4号，德国总理舒尔茨率先携企业家代表团访华，随后在出席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和泰国曼谷 APEC 会议期间，多位欧盟国家领导人都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面对面会晤，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荷兰首相吕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观察认为，所谓外交自主或外交独立性，一直是中方对欧洲的特别期待。无论是在京会见舒尔茨，或是在巴厘岛面对面会见马克龙，中国领导人都在反复强调这一主题。习近平对舒尔茨表示，要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他也向马克龙强调，希望法方推动欧盟继续奉行独立和积极的对华政策。正是在此背景下，米歇尔的访华行程被赋予了特别意涵与高度关注。可以关注到的是，欧方对于中方的这种刚需，也就是说，希望通过与中方来进行交流，来服务于欧方的目的。中方当然愿意与欧洲相向而行。那从欧方的角度来说，在与中方进行互动的过程当中，在更加了解中国的过程当中，也会在看清中国的基础之上，希望与中国来进一步的深化关系。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近期欧洲国家表现出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打压的强烈不满，而这些欧洲企业的美国业务面临最高达40%的利润下滑，因此欧洲芯片巨头们正试图稳定在华业务。在近日举行的2022年慕尼黑国际电子展上，意法半导体、英飞凌、恩智浦等半导体公司的 CEO 们纷纷主动对媒体表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和不稳定，因此留在中国就显得相当重要。总部位于荷兰的恩智浦公司 CEO 西弗斯表示，美国无休止的出口管制给公司带来了巨大麻烦。意法半导体 CEO 直接指出，中国市场占据该公司营收的30%，这是一块不能放弃的市场。在半导体产业最为关键的光刻机仪式上，荷兰顶尖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也获得了该国政府的背书。22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列纳·马赫尔表示，在向中国出售芯片设备的问题上，荷兰将捍卫本国的经济利益。彭博社评论称，荷兰高级官员的这一表态再度表明，荷兰不愿顺从华盛顿切断中国半导体技术供应的企图。欧洲不能够离开中国，更不能与中国之间来阻断联系。当美国不断的带节奏的时候，要求欧洲以价值观意识形态划线来搞集团政治的时候，某种程度也在对欧洲进行绑架。但是不管怎么样，尽管有很多的杂音，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一个增信释疑的过程，所以在高层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的是，这是双方避免误判，同时寻找合作契机的一个过程。